关注 L 科技，获取最新力，我是蒋振林。那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一台经历过风雨的 iPhone X 的维修。那这个客人呢，一边给我寄来了一张非常长的这个纸条啊，里面是这么说的：看了你们的视频啊，被蒋振林就是我大哥严谨的态度、点滴的细节、高超的技术及专业的设备深深折服。哎呀，这个有点不好意思啊，感谢对我们的信任。然后呢，寄了2台手机啊，一台是7代，然后呢7代是要换屏幕的，然后还有一台就是这个 iPhone X 啊，他说是购于官网啊，在使用了2个月以后，然后呢重启无法开机，然后经过官方渠道1个月返修以后啊，在手中又使用了1年。然后又重摔送修拿到当地的手机店去修，为了保资料因为它里面资料很重要，然后呢付出了高额的这个维修费，然后后面就是说别人的我们就不说了哈。然后回到手里以后呢，就是各种问题什么面容不行什么不行，打电话不行，没有 WiFi。当然他还坚持用了，最后还是又拿到同一家手机店去送修，经过了2个月的奋战，然后呢没有修好，还给我的时候说修不好也没法激活就是这个状态Hello 界面，然后呢他还给我寄了他们当地的这个大闸蟹哎呦，吓我一跳，不好。这个蟹呢，经过几天的快递路途我怕它那个什么，所以呢，我就先把它给蒸了，给吃了那吃的画面呢就不给大家放了免得大家嘴馋，然后又说我是吃播。那我们先修它的机器吧毕竟吃人家嘴短嘛，是吧？一定要把它修好。首先呢，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激活因为他说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各种问题，暂时呢我们是测试不到，因为现在没法激活。那从激活的角度来说，我们修了这么多，要么就是硬盘的序列号不匹配，要么就是 NFC 有问题。那苹果的激活机制就是这样。那当然了，客人他是自己在用的，这个序列号应该是没问题肯定就是 NFC 的问题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拆除主板，然后呢看一下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主板也挺漂亮的这个硬盘是被动过的胶都没有了。可能它以前是保资料吧，可能帮了把。看一下中层怎么样？中层是直过吸的。哎呀，其实我不是很喜欢直吸直吸的话，它的空隙太大了我还是比较喜欢直接这种全面贴合的。我一看这边，有点情况来，看得见吗？有一点点松但不是很严重，放大一点，清楚一点注意看这个位置，戳一下这里这个位置注意看你看是不是有点掀起来一点点可能就只有一点点虚焊。然后呢，这个中层这个角落看到吗？焊的不是特别的完美有一点偏差。接下来呢，我可能要分层看一下了，因为它这个中层焊的并不是特别的好，然后下一层呢有一点点脱焊的感觉。那正好 NFC 呢又是在下层，然后 WiFi 呢也是在下层，所以没办法了，只能先分层。还挺好的，下面挺漂亮。我们先看它的板吧。上层确实是帮板的它 CPU 都被做过了的，这边还掉了很多的电容，这些都没关系的掉了也无所谓。那看看它下层板。下层板基带动过的，
那铁定无疑是搬过板的了。那么它的下层板呢，是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小缝哈，有可能是这一层啊，中层跟下一层有一点断点了。那我把这里先刷干净，然后呢测一下啊，测一下这些点跟它底下有没有不通的地方。好，我们测一下。就这个角落就行了啊，这个周围，因为这边都没怎么断，主要就这一点点。先来看这边吧，这个没有正常，没有，然后呢，这边也没有，哎，有了啊，有了，那这边都不用测了，差不多这边有的话，这边肯定会有，然后往下这3个，这个是有。1、2没有哈，这边没有，有，那就是说1、2、3、4、5、6啊，5个1、2、3、4、5，然后这边1、2、3、4、5，第5个有，那么1、2、3、4、5、6、7、8、9，这9个点是没有组织的哈。那刚才测量呢是这个角落哈，有9个点是没有组织的。那我们先不分析，我先打个图纸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一起来分析。那刚才呢，我们测这个角落的时候，发现是1、2、3、4、5、6、7、8、9啊，这3个是连在一起的，这3个点啊。然后呢是给 WiFi 的一个 1.8伏。然后这个点应该是还给 NFC 3层板电源给下来的。那么它没有 WiFi 不能激活，这个点断了呢，让 WiFi 不工作 ，NFC 不工作啊，不能激活，这样子这个问题呢我们就顺理成章的找到了。然后呢这边也是没有组织的，也是到 WiFi， 那么 WiFi 不工作正常啊，这个呢是不通的啊，底下下层是没有地方，所以没有组织是正常的。然后这2个呢是要有的啊，一个到基带，一个到铃声的一面啊，底部扬声器到这边，所以我们在这里测的话呢，正常是可以测到它的对立组织的。然后呢这边是到小电源的啊，那么也是要有组织，所以正好在这个角落啊断在一起。这个呢是没有的啊，上层板 CPU 通下来到这个地方没连任何地方，你可以理解为空角。啊，这个是 CPU 过来的一个唤醒信号啊，给蓝牙 WiFi 的也必须要啊，必须要。那么也就是说，1个、2个、3个、4个啊，这3个算1个啊，我们就算4个、5个啊是有问题的。那么也就是这个地方断线了。看了图纸以后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它底下断的点啊，连接了很多个芯片啊，4个左右。那如果我们都从芯片底下去拉线飞到这边来呢，也是可以的，但是会非常的麻烦，非常的繁琐。那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搬下层板。那因为之前它也是搬过下层板的，那我们只需要把基带拿过来就可以了 ，WiFi 都不用拿，因为它肯定是解绑过的，之前它的 WiFi 也是没有动过的。但在搬板之前呢，我还想把刚才我们怀疑的这个问题给它解决一下，顺便也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 NFC， 那因为刚才有一个 1.8伏嘛，是 NFC 跟 WiFi 共用的，它现在断线了，导致不能激活。那其他故障我们先不管它，我们直接先拉一根线，然后呢接上这个 1.8伏给这个 NFC， 然后呢用中层夹具夹上，看它能不能激活，好吧？好，我们直接从上面啊，把这里先放点含油烙铁，先上点锡吧，好焊一点。OK， 焊最角落啊，先从这里走。现在我们不是装啊，只是测试一下给大家看一下，验证一下刚才我们的想法。OK， 然后呢，把线拉到下面来，这里稍微折一下。OK， 然后绕个圈过来，直接接这个点上哈，这个点跟它们里面都通着的，这个地方放大一点点吧。好，切断，转过来啊。这个点啊，不要接错了。放点含油。
先给这个线搞白一下，它就好上一点。这个地方我的刀头不太好进，但是顺手就拿到刀头了啊。OK， 好，这里暂时呢我们就先不做清理了，我们直接合成，然后呢试下看能不能激活。夹起来试一下啊。好，家电开下机。那么它 WiFi 呢，还有几个点我们是没有补的啊，现在是连不上，然后呢又没有插卡，所以呢我直接插数据线啊，连艾斯激活一下。好，连机了啊，我们点一下激活，看能不能激活。哎，可以了啊！我手机上面已经显示激活 OK 了啊，然后呢这边也显示 OK 了，256的完成。那么证明呢我刚才的判断是没有错的啊。那如果说去维修的话，你要拉很多的线，然后呢也不一定稳定，而且它下层板已经有一点裂开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给它把下层板给搬了，把它的基带给拿下来，然后呢装到另外一块好的这个板底上，然后我们再装机测试。好，我直接拿一块好的主板啊，这个是打磨好的啊。这个基带呢是用打磨机打的，很平整，但是呢它下面还有胶，边上还有残留这个芯片的渣子，我们都要把它清理掉。先放点焊油，然后呢烙铁沾点锡，拖一下啊，因为它上面呢都是高温锡，我们换一下，等一下除胶呢好除一些。OK， 差不多了，先刷干净看一下吧。用个棉球啊。OK， 上个夹具，把这边上的胶给它除一下啊，还有这些多余的地方。这个边上呢，我们可以用镊子抠啊，镊子抠一下就掉了。这是那个芯片啊，最外面一圈残留下来的。好，差不多了啊，再用吸带给它吸平一下。OK， 可以了啊，再搞干净。细微的地方再把它处理一下。来，然后呢，我们再把它主板上的基带给拆下来。还是放显微下面给大家看吧。吹基带的时候呢，我们保键不保板，因为基带不能更换啊，我们就是用大口，然后呢，转起来，让整个主板加热，尽可能的对基带少伤害一点啊。好，开始。给它预热均匀一些啊，不要吹基带，就是吹边上啊，就吹边上就行。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加热平台上加热，然后风枪稍微带一下下，啊就下来了。但是为了把整个过程记录给大家看，所以我就这样操作了。啊，这根线不要了啊。OK。可以了啊，好，我们先把它的基带止好吸，我们先把它基带的锡脱了。哇，哎呀，它这个基带上面怎么皮都刮掉了呢？你们小心点啊，小心点吧。然后呢，尽可能的用小头啊，用这个小的头，不要用
刀头温度太高了，这个基带呢又不能换，到时候死了的话就功亏一篑了。这边就不烫它了，直接止吸。你看烫一下粘稀了，又要去搞滤油麻烦，一点点吧。OK， 刷干净啊。止吸之前呢，这个芯片上的焊油啊，这些杂质啊，一定要搞得非常的干净啊，要不然的话你就不好吃。你看这个芯片上面很多创伤，这样看得见吗？很多纹路的，所以希望它没什么大碍吧。吸 ，OK， 深吸啊。擦一下干净。好了，上镊子，封枪啊。这种基带啊，尽可能温度也低一点啊，不要那么高，慢慢来。完美了啊！稍凉一会儿。诶，这里有颗珠子没上去啊，没事，可以补救啊，放下去就好了。知道吗？它在这儿啊，再给它搞一点点焊油，别让它跑了。然后呢，再给它归一下位，它就可以了。风速小一点啊，别把它吹跑了。哎 ，OK 了啊。好，我们把这个基带放在一边，把它原来的板拿过来啊。然后呢，拿这个测试架把它的码片写过来啊。这个基带码片我们要写过来，不写过来的话是不行的。那如果你没有这个码片机的话呢，你就要搬这个码片，也不贵，几百块钱，这个看你工作量吧。我们尝试一下，好，连接了啊。它已经检测到了啊，6的叉的一个码片，你可以点一下检测啊，它确定检测到，然后呢可以点一个读取，然后呢数据呢都在这里面了，然后我们把它保存啊，保存资料，保存一下到桌面吧，这样好记一点。桌面打一个 SS， 然后保存一下，好，这样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再把它另外一块板拿过来啊，就是这个我们要的板底，把刚才的数据呢写进来。好，再连一下。OK， 连接了啊。好，也读到了啊，也读了，你可以检测一下码片啊，在的。这时候我们不用去读取它的数据，我们要覆盖它。啊，我们点一个这个自动烧录啊，自动烧录。因为这个文件是没有变的，如果变了的话怎么办？你点打开文件，然后呢桌面就刚才我们保存的那个，然后呢这个啊一个并文件，然后呢点这个自动烧录，啊覆盖就可以了。好了，它已经结束了，烧录成功。这时候你再读取的话，它读的跟刚才是一模一样了啊。OK， 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装基带了，是不是很方便啊？好，接下来装基带，先放一点焊油，芯片拿过来，对准啊，这样吹吧。好，上枪，嘴冷一下啊。好了，不会动了，然后呢，再一吹给它归位就可以了。OK， 它自己回位了，你们看到吗？可以推下给你们看啊。哎 ，OK 啊，好嘞。这样子呢，我们再用夹具先夹上一下，然后呢，确认一下有没有 WiFi 和基带，可以的话呢，我们再合成啊。
好，开机试一下啊，开了啊。设置。好 ，WiFi 有了啊，未连接。然后呢，基带也有无 SIM 卡。那我们点进去看一下啊，开关是可以打开的，但现在没有后天线，所以没有信号。那基带呢，你只要看到无 SIM 卡，就肯定是有基带了。也给大家看一下吧。通用关于本机调制几条机固件，看到吗？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合成啊，最后再测试功能。然后呢，把它对准啊。好，差不多了啊。开机。差不多了啊，关机。稍微压一压。好 ，OK 了，拿下来凉一会儿，再装机测试。看一下啊 ，WiFi 基带都有。那么，由于我是家电测试的啊，接下来呢，我把它电池扣上去，然后呢，把所有的功能再测试一下。准备一张卡，用我自己的吧。先把 WiFi 连上啊。好 ，WiFi 已经连上了，4G 啊，4G， 信号已经出来了。我打个电话试一下。OK， 电话打进来了啊，接一下。喂，喂，喂，声音都有啊。开个扩音，喂，喂，喂，有啊。这边，喂，喂，喂。OK， 然后呢，其他的功能照相试一下。OK 啊，照相，前置，没问题。基本的功能呢，我们都测试了一下啊，也就是说，它所表述的像什么声音啦、WiFi 啦、基带啦不能激活啊，基本上我们通过刚才的维修啊，已经把它全部都解决了。最后呢，我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分层和合成的这个东西。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去分层？然后呢，为什么不打一个螺丝，上面夹螺丝就行了？这个怎么讲？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我比较喜欢这样啊，也用习惯了。然后也有很多学员呢，他们是喜欢用螺丝的方式。当然呢，我在视频当中也没有讲过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这样会更方便。你打一颗螺丝，这时候还要拧下来，其实更麻烦。然后还有一个合成呢，很多人都说，哎，为什么要压呀？那个锡不会爆出来吗？还是那句话，我是不直吸的。很多人呢喜欢直吸，直完吸以后上下层的那个球呢会比较大。那么中间的缝隙呢比较少，然后你一压，它那个锡就会爆出来这样呢就会导致粘锡导致不成功。那我从来都不直吸的，所有的锡点它不均匀的地方呢，我全部都会用烙铁给它摊均匀，而且给的锡呢是非常少不多的。在我压的时候呢，它那个锡是刚好抓住，然后很紧，但又不会跟边上的点连在一起啊。所以希望大家以后再不要问这个问题了，我这边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解释。好，那么本期视频呢，我们就先到这里。